男人变强的第一步就是戒掉委屈感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事业有为、美女环绕的男人，他们从来不抱怨自己受了多大的委屈，而那些总是停留在原地的人，张口闭口都是我付出了那么多，凭什么得不到认可？我明明那么努力了，我明明对他那么好了，怎么还是这个结果呀？对吧？为什么他还这样对我呀？那这个就是今天焦哥想要和大家探讨的一个委屈感啊！你别看它似乎挺合理的，可是实际上就是你变强之路上最具杀伤力的一个毒药。啥是委屈感啊？就是你感觉自己付出与收获不成正比，你进而陷入到了一种我是受害者的一种心态。这种心态可怕之处在于什么？它会让你把全部的注意力聚焦在自己有多惨，自己有多不顺，而不是思考该如何解决问题。想想看啊，比如当你沉浸在分手后的这种委屈情绪当中时，大脑在干嘛？不停地在回放那些对方让你不痛快的画面，让你算计着自己付出了多少，对方又亏欠了你多少，对吧？而且你还在四处去搜罗证据，证明自己是对的，错的是对方和整个世界。这个过程呢，耗费你大量的精力，可问题解决了吗？一个都没有。更糟糕的是什么？委屈感会催生一种扭曲的心理补偿机制。你会觉得我都这么委屈了，难道不该有人来安慰我补偿我吗？难道不该给我点特殊待遇吗？于是你开始等待，等他来哄你，等周围环境改变，等老天爷给你的公道。结果呢，等来的只有愈发强烈的无力感和愤怒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兄弟了。比如去年有个做设计的哥们儿啊，他长相真的是挺不错的，对女朋友呢也好的没话说，但他总是觉得他女朋友不重视自己。他经常跟我抱怨什么啊？就说他自己加班到很晚，回到家呢，他女朋友还不体谅他，还质问他为什么总是没有时间陪他。我当时就问他，我说那你有没有主动跟他聊聊你的想法？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？凭什么要我去沟通？明明是他不懂事。但是问题没有，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证明自己的委屈上，根本没有力气去突破眼前的困境。其实办法真的很简单，要么自己沟通啊，要么找专业的人去协助，要么呢外人，就这三条路。然而呢，1年过去了，他依旧天天加班，女朋友呢也还是天天抱怨同样的事儿。结果啊，他患上了为什么戒掉委屈感会变得这么难啊？因为它有迷惑性了。委屈感能给你一种道德上的一个优越感，它让你觉得自己好像是好人，错的是别人，而且它还能让你暂时去逃避责任，反正都是环境的错，是别人的错，跟自己没关系。甚至在诉说委屈的时候，还能让你获得一种存在感，你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和同情，但是这些啊都是假象。事实是，当你选择沉浸在委屈中时，你就选择了软弱，你把改变的权利交给了别人，你主动放弃了命运的主动权。我自己其实也是经历过这个阶段。我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，我用心写了好多内容，那是我多少年的这个经验啊，对吧？写出来的。可是有大量的同行在抄录，当时我真的特别委屈，我心想我自己写的这么好，怎么就凭什么他们直接可以就是直接照搬套用，对吧？而且他们就直接用我的爆款，他们也会得到流量。我当时真的就觉得这个世界很不公平，怎么平台就不能够去惩罚他们呢？怎么刷到他那些观众，怎么就刷不到我呢？能看看我吗？我是最早发的那个人。可是就我在这种委屈的情绪里面，我当时耗了起码将近半个月，每天就盯着数据啊，盯着别人的数据生闷气。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就醒悟了啊！我就在想，我在等什么呀？我难道在等平台给我打抱不平吗？我难道要把每一个抄我的人都找到然后去举报吗？我难道要等观众他发现我是那个原创吗？这不是痴人说梦吗？从那天起，我彻底的戒掉了自己所有的委屈感啊！我开始研究什么？我开始不断的提高自己的创新效率，开始不断的去研究一些新的方向。他们能抄我的表面，抄不到我的核心的，毕竟我是靠自己，对吧？
我是靠的是原创，我是靠自己的一些跟兄弟们打交道的一些经验。于是我的选题，我的内容开始跟他们不一样啊，他们抄呢也越抄越懵，也就是这样，我跟他们走向了不同的道路。当时我记得很清楚，大概就过了3-4个月以后吧。我的粉丝们已经很明显，包括我的评论区也发现了很多这种评论，就说教哥，我发现很多人抄你。这个转变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包括我现在粉丝也是一直都是涨得最快的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把为什么别人没有看到我换成了我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，就这么轻微的差距，结果就能造成天差地别。戒掉委屈感不是让你变得冷漠无情，而是把消耗在情绪上的能量转化为行动的动力。你可以有情绪，你也可以觉得不公平，但是你不能一直陷在这种情绪里，你要尽快从我好惨切换到我该怎么办。那具体该怎么做呢？有3个办法。第一，当委屈感冒出来的时候，你要马上问问自己，抱怨能解决问题吗？要是不能，别浪费时间了，赶紧把时间用来去想解决办法，哪怕只是迈出小小的一步，都比原地抱怨强上100倍。除了交割，别再跟其他人诉说你的委屈了。你每诉说一次，你就是在心里强化一次我是受害者的认知。你需要的不是同情，而是改变。你要去找到那些能给你建议、能够推动你行动的人去交流，别找那些只会跟你一起抱怨世界的人，他们帮不了你的。树立结果导向思维好吗，兄弟？别再用我付出了多少来衡量你自己，要用我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来评估。付出并不等于价值，只有结果才有意义。世界不会因为你努力就给你奖励，只有你有价值才会得到回报。你看那些真正强大的人，他们也不是没有遭遇过不公平的，他们也不是没有被人欺负过，没有被女人辜负过，但是他们不会让自己被困在委屈里，他们会迅速的去调整状态，去找到新的方法，去继续前进。因为他们明白，委屈是弱者用来掩饰的借口，行动才是强者通向成功的通行证。你想变强吗？那就从今天开始戒掉委屈感，别再问为什么是我，而是要问我能做什么。别再等别人给你公道要自己去创造结果。记住，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委屈就手下留情，但会因为你强大而对你另眼相看。别再委屈了努力变强，好吧？教哥还是那句话，弱者专研情感，强者洞察人性。